杜兄，你的大公子杜志仁上个月在美国因为交不起学费自杀了。杜聿明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整个人都惊住了，嘴唇好像想说什么，又发觉什么也说不出。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。他没想到自己进入功德林后，子女的命运也会过得如此凄惨，更没有想到自己为国民党卖命了几十年，老蒋竟然连一点学费都不愿意给。回想自己拖着病重的身子赶赴徐州指挥徐蚌会战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老蒋的无情无义。此时他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，身上的力气就像被抽干一般，只能一个人失落地离开会议室。可以看出，此时的他如同一具行尸走肉，走的每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。看着这条空旷的走廊，杜聿明内心的痛苦终于再也压制不住了，扶着墙壁嚎啕大哭起来。儿子，父亲对不住你啊！站在后面观察的王英光一行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，只能默默守护在一旁，看着杜聿明尽情的发泄。蒋介石，从今日起，我对你要和你分断一决。为了防止杜聿明出现什么意外，所长王英光叫来了王耀武，并把实情告诉了他，希望他在这段时间主动照顾一下杜聿明。原来杜聿明的儿子之所以自杀，全都是因为在美国没钱读书。当时杜聿明的儿子在美国1年的学费就是3000美金，而一向遵循原则的杜聿明被俘时根本就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财产。他儿子的学费是通过几个担保人的担保才能从银行贷款出来，但老蒋看到大陆拍摄的战犯宣传片后，便停发了这些被俘人员家属的全部津贴，就连银行贷款也跟着停了。眼看快开学了，杜夫人情急之下四处找人借钱，甚至找到了老蒋。可老蒋不但不管，还指责他们全家都是没有气节的人。最后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声誉，老蒋叫人给了1000美金打发杜夫人。最可气的是，这1000美金还要分2年给。当杜夫人把拿到的500美金寄到美国时，杜志仁看着这500美金，知道自己继续求学已经无望，最终选择了自杀。王耀武回到宿舍后，也把这件事告诉了众人。老蒋真是太过分了，杜聿明现在杀他的心都有。江山输掉了，气度输掉了，威望也输掉了，感情也输掉了，现在连人格都输掉了。谈起杜聿明儿子的遭遇，众人不免想到自己各自的家属，都担心他们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。老蒋现在成为了众人口中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，甚至陈长捷还拿他跟土匪头子做对比。就算山寨的土匪头子，他也会照应手下兄弟的老婆和孩子呀。杜聿明儿子自杀的消息很快就在功德林全面传开，就连以黄维康则为首的顽固派都发表了对老蒋不满的意见。蒋介石卑鄙龌龊，小人也。我们是在战场上打仗被俘，不是背叛倒戈，于情于理，他都不应该如此对待我们。听到这话，喜欢研究永动机的黄维也忍不住为杜聿明的儿子发声。那孩子我见过，很聪明很懂事，可惜了。自从得知儿子自杀后，杜聿明每天都把自己关在缝纫作坊里，拼命踩着缝纫机，没日没夜的工作，想借此来麻痹自己。即便所长王英光端着做好的饭菜进来放在他面前，他也不愿意停下手中的工作。看着杜聿明这副执着的样子，王英光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安慰，只能无奈的选择离开。麻烦转告一下政府，看能不能联系到我夫人，我想让她回来，一定要让她回来。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想和那边有任何的联系。注意看，这是陈长捷进入功德林以来第一次跟傅作义正式握手，两人也因此摒弃前嫌，就地和解。平津战役开始时，他要求陈长捷死守天津，以此增加谈判的筹码，导致陈长捷被俘。即便现在对方选择了原谅，他也始终心怀愧疚。在你的问题上，我一直很内疚，时常自责。进入功德林的这些年，陈长捷是学习马列主义最认真的一个，现在的心境也是豁然开朗。他认为他们彼此都是历史洪流中的一员，所有人都要遵循自然规律，他们彼此的命运首先都是由自己主观决定的，其次才是客观原因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在死守天津的战役中，他确实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己罪有应得。
两人之所以能有机会见面，把矛盾化解开，全都是因为周总理和毛主席对功德林的关心。为了鼓励战犯们的改造热情，组织了一些起义将领前来功德林看望他们。都有谁啊？全部都是大人物，有傅作义、张治中、程潜、仲宗国，好多位。所长王英光害怕见面当天陈长捷情绪不稳定，还提前给他做了思想工作。毕竟刚进功德林时，陈长捷可是对傅作义有很大的意见，喊着见不到傅作义将绝食到底。但一聊才知道，陈长捷早已经看开，对于以前的事，他除了对历史交代以外，不想再责怪任何人。你现在思想认识的水平，你的胸怀、气度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但影视剧终究是影视剧，真正的历史，陈长捷到底有没有原谅傅作义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为了感谢毛主席和我党中央对他们这些战犯的鼓励，王耀武和杜聿明一行人找到所长王英光，打算给毛主席写一封感谢信。除了表示感谢之外呢，还有就是向毛主席汇报他们这些年在功德林学习改造的情况，以及他们对过去一些罪行的忏悔，以表明他们改恶从善的决心。这封信写的不要太长，这样主席看起来也方便一些。写什么内容由你们自己来决定，我们不参与。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就是保证把这封信帮你们递交上去。得到了王英光的支持后，王耀武一行人立马回去着手准备。经过10几次的反复修改，这封联名信终于顺利完成。敬爱的毛主席，我们是罪大恶极的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，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腐朽黑暗的社会制度，有的一贯拿着枪杆屠杀人民，有的一贯干着无恶不作的特务勾当。我们是人民的罪人，是民族的罪人。这封信的前半段是交代和承认自己的罪行，后半段是忏悔与认错决心，重新做人。王英光不敢耽搁，很快就把这封信交到主席手中。主席看完信后，对功德林的众人大加赞赏。他还表示，从信中的内容就可以看出，功德林的这些战犯在这几年的学习改造当中，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刻的理解。战犯的学习改造工作成绩是不错呀，完全达到了我们当初的设想啊。罗部长啊，主席表扬你喽！谢谢主席。对于战犯们能如此积极，毛主席决定让罗瑞卿亲自去功德林开会，当面对他们进行表扬。而与此同时，老蒋再次把主意打到了杜聿明身上。请你转告我夫人，让我女儿杜志礼和女婿杨振宁坚决不要去台湾，一步也不要踏进台湾的大门。